各位，我們今天談聊齋裡面的一篇，叫做石青虛，石頭的石，青青白白的青，虛偽的虛啊，這個是順天人啊，他叫做邢雲飛，他非常的喜歡這個石頭，他覺得一個很怪的石頭。峰巒群秀，好像是一座山峰非常的靈秀啊，這就是四面玲瓏這麼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塊靈石，被他得到了然後天一下雨他這個石頭坡裡面有洞，這個每個洞裡面好像有棉花一樣的像雲彩一樣的。非常奇怪好，結果有一個有權有勢的一個世豪進來看了居然就把這個奇石交給他的僕人，直接就搶走了，簡直是沒有王法，不像話這是結果。這個是這個人跟着這個奇石拿着，突然間掉在河裡面去了，怎麼找也找不到了，有這種怪事好，那這個邢雲飛當然很傷心邢雲飛就去找，就在他那個掉在石頭的地方一看。在裡面他的這個奇石就在這個河水裡頭清清楚楚那奇怪，所以這一篇在聊齋裡面，它有很多地方很奇妙，讓我們覺得很神奇，但是他沒有解說，沒有說這是什麼道理但為什麼不說的？所以這是在聊齋裡面。很特殊的一篇，它有很多的語句完全歸着你的入聲，好高興就下水去把它撈起來，這下子就收着，不敢再拿出來了，再拿出來又被人家搶走了怎麼辦？對不對就碰到一個老先生，這老先生說。這個石頭是非常有名的，它一共有92個竅，就是說有92個洞，92個小洞，我們說這個七竅是捏的我們眼睛鼻子耳朵嘴巴這個是竅是吧？它有92個竅然後裡面還有字，叫做青虛偏石構，這裡也沒有交代，他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一定有意思，對吧？就表示說這個是相偏供奉的，它一定有很多的道理，但是完全沒有說，所以這一篇很奇怪。这篇有很多不解之處好，而且那個字小的像怎麼樣？小的像米一樣。我們說那個米，如果把它煮成飯，顆粒就大了，是吧？沒有煮成飯一粒一粒的米，很小很小照道理，人寫的字不可能那麼小。但是在這裡，這個青虛偏石構這5個字確實是像米粒一般的小。那當然了，我們人類奇人怪人多的是吧？那也許有可能把一個字寫的跟米粒一樣的小比半粒還要小很不容易好了，然後這
這個老人告訴他，他說這個啊很珍貴的東西啊，要當心啊，有92個橋，關掉一個橋，恐怕還有禍事發生啊。那小子被一個小賊啊把這個偷走了，我們这个邢云飞居然找到他，然後他不還，當然就要打官司了。打官司，邢云飛知道有這個平虛天師共啊，那個小賊當然不會，所以他官司打贏了啊，又還回來了啊。有一個尚書，尚書的官務很大的了啊，便要以100兩金子啊來買他這個，他哪裡肯？就等於是個新民一樣的啊！哈，哎呀，那個尚書真要命了啊！他為了要得這個取實啊，就來傷害這個邢云飛，把邢云飛害得關在監獄裡面啊。那麼邢云飛的妻子沒有辦法啊，只好把這個批實啊獻給這個尚書，才把他放出來啊。放出來，奇怪，這個尚書有了這個批實之後，沒多久就完了，就犯罪了，就死了啊！他家人呢，又把這個石頭拿出來賣，又被邢云飛買賬好極了啊！所以這個石頭啊，邢云飛現在是像新魚一樣的看得非常非常的珍貴然後就一直陪着邢云飛。邢云飛到他後來就說，我要去世的時候，我這個石頭要殉葬，要跟我葬在一起結果後來邢云飛真的去世了，但他的妻子就把這個批實和他葬在一起，只有小偷挖這個墓在找這個批實，找到了，沒有想到突然的桌子底下碎成一片零零落落所以這是這個邢云飛和這個非常奇怪的石頭的一生的結緣看吧，然後聊齋當然是不錯的，它都有一些諷刺的地方，也都有一些暗示的地方暗示我們人生的。他就講說物質有者或病或死，就是非常好的東西，大家一定都要搶。所以好的東西大家搶，一定發生禍事。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們人類就這樣，大家搶好的東西，這樣好東西必然沒有好下場說得很對。所以聊齋是不錯的，它有好多的暗示這個拿這個實心虛來說，是實這一塊它完全沒有交代，所以這一篇是聊齋裡面很特殊的一篇，它有很多個疑點首先那個平虛天師共一定有意義那麼那個字好吧，就像非常非常的小，我們居然有人能夠寫的那個字跟米粒一樣大的這很少很少有的然後這個平虛天師共到底什麼意思呢這個字是誰寫的呢？這個東西它的作用在哪裡？我們現在只知道是天氣變化它會告訴你它那個每個孔它會好像雲彩一樣連續一樣的會預告你。那麼除了這個預告氣候之外，它還有沒有？一定有嘛？這麼奇怪的東西完全沒交代，
所以只交代了一點啊，物之有者，火之福。反正最好的東西一定是着火的，那沒有辦法啊，我們人生恐怕只好很慎重的來預防啊，慢走。OK， 好，拜拜。